嗨，大家好，我是杨小贤。今天呢，我要来做我的车底水箱。现在呢，我要来先把我的车底除锈，就是先用铁刷把锈刮掉，然后再用砂纸把锈的部分呢，把它磨到跟金属的光泽一样。那这个部分我可能会用磨砂机帮我工作，砂轮机也可以啦。磨完变金属光泽之后，再上我们的锈转化机。就是有一些比较难除锈的地方，就用锈转化剂去处理。那这个之前第一集就有说过了，这个很伤皮肤，所以要戴护目镜跟口罩，还有手套，全部皮肤都要包起来。那锈转化剂干了之后呢，再上我们的防撞隔音底漆，这样我们底盘防锈的工作呢就告一段落。之后上水箱之后呢，就比较不用再担心要不要在底盘防锈啊之类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动作吧。
OK， 我所有的水的系统终于全部都完成了，现在就直接来测试看看吧。我这边呢，联盟头这里全部都用快接啦，现在是非常方便啦。这边只要开水，它马达就会打。联盟头上面还有个开关，它这个打开马达才会工作。这样子已经算是非常方便了。它只要压力值到了，马达就会不工作。那压力值只要一开水放松，它马达就会再打水。联盟头开出水，联盟头关就关水。那我的马达开关呢，就是在这边。这边关的话，全部系统都会不工作。这边开的话，马达才会开始打。这个开关我是做双切啊，所以前后的控制箱就是2个都一样。然后我有装一个小的 LED 灯，这样子我开马达，我才知道马达有在耗电，这样。不然它不像电灯，开关一开了，不知道马达有没有启动。所以这里我可以判断说到底有没有过电这样。这边的控制箱呢，我装了水位表还有温控器。这边安装其实不困难啊，就是要对电路有稍微一点了解。这个系统呢，其实就是温度到了就会控制风鸣器哔哔叫。那这个很像什么呢？就是洗澡神器啊，烧水温度到了它就会叫。那我是设定在40度啦，现在水温呢是28度。水箱呢，我现在是装大概8分满左右。我的水箱是85公升的，那现在目前大概是70公升左右啊。其实因为刚玩了一点水，刚来测试，现在水其实也算是8、9分满的状态。温控器这边呢，我还有做一个开关，可以直接把温控器关闭。这边关闭了，其实马达还是会工作，那个开关只是温控器的功能而已。现在呢，出去玩可以洗冷水澡。那我现在要来洗热水澡要怎么办？就要用我自制的加热装置，这个很便宜啊，这个应该不到300块就自己搞定。整个系统呢，其实就是一个波浪管进去缠的跟大便一样，再绕出来。这边就设计了一个进水口跟出水口，然后我又装上了快接的园艺的这种接头。所以只要把这边拔掉，扣上去，再拿瓦斯炉去烧，这样就有热水。所以我是把整个水箱呢加热之后再来洗，就不会怕说水温忽冷忽热啊，就稳稳的，绝对会有热水可以洗，温度也会是恒温的。那我们现在直接来开火，看看需要烧多久。这个热水器呢，我是用我专门的炉具去烧。我是用我的气化炉去烧的，当然用瓦斯炉也可以啊。气化炉烧的话，效率应该会更好。为什么要用它烧呢？因为我平常就是会带它爬山啊，还是露营都是用它。优点就是火很大，比较可以煮多人的料理。然后各类的燃料几乎它都可以使用啊，只要装在燃料瓶里面，加压打出来，它就会气化。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它需要预热啊。也是需要常常保养的，所以如果使用这种炉具的话，是需要很有兴趣跟爱心啊，不然这个其实一般人会用不太习惯。我们就直接来开火烧热水吧。OK， 我现在已经开大火呢下去烧了。现在时间呢是8点30分。那我们来看看28度烧到40度呢，需要花多久的时间？我这个燃料瓶呢，大概装了300 CC 的去渍油，然后我现在是装满的状态啦。所以等一下来看看它把我的水箱烧满需要花多少的燃料跟多少的时间。
现在我的蜂鸣器呢一直哔哔叫，表示我的水温已经到了40度。气化炉的火力真的非常猛，由此可见，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就是它只能大火了，它不能小火。好了，那我现在的水温已经在40度C了，那我大概烧了34分钟，我把大约70公升的水从28度烧到40度，现在就是可以洗澡的温度。当然要再增高也可以啊，想要洗冷一点也是可以调，温控器都可以调整温度。现在来看看到底花了多少燃料好了，我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大概烧了多少燃料。大概烧了一半左右啦。一半多一点点啊，大概还有一半，大概烧了60%，里面还剩大概还在这里，所以我大概只烧了200cc 的去渍油左右。我花了200cc 的去渍油，把整桶水从28度烧到40度，大约花了34分钟。那我就把这边水路都先调整好，就把我的洗澡神器给拆了。再接上我的联盟头，感受一下水温吧。舒服，非常棒。好舒服哦，想洗个澡了。对。好啦，那现在呢，我的水箱的温度已经到40度了，那我就只要把卫浴帐挂起来，我就可以洗蹦蹦了。特别定制的卫浴帐。上挂钩，这个空间呢，就是我洗澡空间啦。这大概就是2个卫浴帐的感觉，就是那种小型的卫浴帐。那这个帘子呢，我做的是可以拉的，洗完了就可以拉开。要洗的话，拉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水呢溅进去，这样子。然后坐在保杆上洗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先把木板给收起来。但这个木板我会放一些毛巾跟衣物啊。联盟头呢，我就是用磁吸把它吸在这，那这个可以转向。那现在开水它是会有水的，但是我现在没有要洗澡，就是冲一冲洗一洗，可以挂上去，然后它也是可以卡在上面的。非常完美，然后又有尾灯，开关正常。洗完澡呢，就可以把它拉开，把联盟头先移过去一点，再拿出我们的小吹风机，接上我们的110插座，这样呢就可以把我的头发给吹干了。整个洗澡过程大致上就是这样子。整个卫浴帐呢，从外面看进来呢，其实是不会跳皮影戏，因为这个天幕是银胶的，轻微透光而已，但是看不出里面是什么鬼。这个卫浴帐挂钩呢，其实是可以选择磁吸的，但是我没有选磁吸，我是选摩托车的货物挂钩啦，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剪掉，然后再自己拿白铁丝，拿老虎钳把它束紧，就是跟它原本束紧的方式是一样的，然后再上热缩套，给它一个保护，这样就不会刮伤我们的天幕啊等等的之类的。那为什么要用挂钩呢？是因为我这个天幕其实不只有卫浴用啊，主要是因为磁吸是只有车子能用啊，挂钩是哪里都能用啊，所以这个比较多用途啦。
对，它有一种弹力，比较不会被风瞬间扯掉，所以这种有一种弹力，这个整个都是。这边从这边拉过去侧边帐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个距离其实是我算好，就刚好围到侧边帐的侧面这样子。OK， 我刚把卫浴帐都先收起来，整个洗澡的问题呢都全部解决。现在来介绍一下水箱要怎么加水。我先把水加出来好了。现在水是热的，很舒服的温度。现在是39度，降了1度了。加水的方式呢，我分成2种啊，一种是有压力的水源跟没有压力的水源。那有压力的就是比如说水管、水龙头，它本身就有压力，可以把水强制的灌进水箱里面。另外一种呢，就是我要靠马达打进去，比如说就像现在这样子。这些水要怎么进去呢？就是透过这个口，让马达去抽，把我的另外一条水管呢接在吸水的地方，另外一头呢，马达的出水口接在我的加热器的那个进水口。我只要拨了这个球阀，这个球阀是 L 型的，一边是抽水箱的水，另外一边就是抽这里的水，然后看要选择哪一边，就可以自己去控制。然后当我把它搬过来的时候，就是吸外面的水进来，经过马达，这个就不会经过水箱。那如果要进去水箱的话，再从另外一边的进水口进去水箱。所以我现在只要把马达打开，它水就会进去了。现在这边就是会吸水，它现在在干抽。OK， 它现在已经把水吸干了，那我就把开关关起来吧。现在这样呢，就是抽取外面的水源进到水箱。要抽外面的水进来，直接喷出来也是可以的。所以如果要在外面加热什么水，其他的水源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这边进，然后这边马达就会打出去。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水管直接接这一头呢，我都是买这种快接啊，接上去，然后它有很多层，只要把水管弄进去，锁上这个束子，打开水龙头，水就灌进去了。这边的水呢，我是有装一个过滤器啊，过滤器就是外面来的水就经过了一道过滤器，就可以打进水箱。当然我这边的进水口也是可以接过来，然后就会一直循环过滤，就是马达打自己水箱，这样一直疯狂的自己过滤，这样子也是办得到的。主要的功能大概是这样，但这样子的设计呢，就是变化性很大，就是你要抽哪里的水都可以。马达出水口已经设计好了，进水口有2边，这样子是会非常方便的。大致上的加水的功能就是这样。这个接头部分呢，我都是特别买快接的，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超快速的，你就可以马上换水管，秒换。我是觉得这种快扣式的真的非常方便。在我的侧门呢，这边也有装一个出水口，一样的。没有接好。就是这边一样快扣，然后一样就可以出水，然后关水、出水、关水，然后再挂起来，非常不错吧？这里也可以移过来，移到这里也可以，然后往后。整个车呢，我是没有走排气管加热，我是没有这样子，蛮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马达呢，其实我这样子打30分钟，我是觉得它超烫的。再加上说排气管的管路很难去拆卸或更换或清洗，
那如果真的坏掉了还怎么样，在汽车维修上是比较不方便的，因为你还要拆，还要什么，当然做快扣也可以。再装电子水阀去控制这些水路，其实也是 OK 啦。那我是觉得先基本这样就好，因为我的做的功能其实比较简单，这么简单的功能，球阀就需要这么多颗了。如果再更复杂的水路的话，其实你需要的3通啊、双通啊、L 型球阀、T 型球阀就会一堆，你没办法随心所欲的控制水的话，就是会很麻烦，就是要很长期的规划去设计啊。这么长时间的加热，对马达的寿命啊什么的会比较有影响。那我当然是不想再装那么多颗马达。现在这样整咖水箱加热只需要200cc 的去渍油，需要热水呢，我就直接用烧的就好。应该是跟习惯有关系啊，就是到了地点的时候，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想洗热水澡，可是你水温不够，你还是得用热水器加热。与其排气管加热，不如就直接用热水器加热，因为你到头来最后还是要用热水器加热，才能获得想洗就洗的那个功能啊。排气管加热，我是倒是觉得可有可无啦，有也不错，就是另外的功能。那我是没有装啦，之后看看状况啦，有需要的话我会再装起来。OK， 现在呢就是侧收的问题，快切已经很方便了。侧收我是会把这个头接上去啦，然后这个都拆掉，然后把这个管呢从后面绕一绕，再接回来。这卡热水器要怎么收呢？我是会用这个牙条跟磁铁，这临时改的。那我们就用磁吸先把它扣起来，再用梅花手轮把它锁起来。收起来之后，我就可以把这个规格先生吸在我的车底，再扣上我们那边的进水口，这样就完成了收纳，整个东西都收在车底，非常好。OK， 那整个水箱跟淋浴的系统呢，都是由热水器去加热，然后马达去打一个循环，然后把热水打到水箱里，然后水箱呢就有温控器侦测温度，侦测温度到的话，它就会通知蜂鸣器哔哔叫。当然，这个温控器原本的热敏电阻不是下面那个，下面那个是我特别再买来改装的，是把原厂的先剪掉，接上改装，改装再改装。这个温控器也可以控制电池水阀或其他的零件。如果想要排气管加热，温度到了停下来，也是可以去操作。线路要自己去搭配跟改装。水位表就是很直觉的，一开它就知道水位在哪，剩多少水。开关呢，就是自己在设计，整个线路呢都一定都要搭配保险丝。从我前面的影片看过来，大概就能知道说，我整个车底水箱的材质我是特别讲究的啦。储存水的地方就是304不锈钢跟细胶，这种细胶垫片基本上就可以选10品等级的。水管的部分，我是还有用这种黑色的塑胶浪管把它包着，它可以防止水管被石头打伤啊，也可以保温啊。当然用那个冷气的保温管也可以，就可以让保温效果更好，那也是不错啊。只是我是觉得那样子管路会太厚，所以我就用这种轻薄型的塑胶管把它套住，这种是有开口的。整个水路的系统呢，为什么会这样子配置？为什么马达会在那边？就是因为我的管路要顺水流，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最好的。不然积在一边或者是积在那边，就会很难去接水管，水管可能要弯过去，又走同样的方向回来，所以会积一坨在那边。那这样子可以有效的分散水流，进水从那边进来之后，出水再从那边回来，到这边出去。这个我是觉得这样的循环跟这样的循环是非常好的方式啊，所以我才把马达装在这。它工作的话，其实打30分钟会特别烫，几乎是没办法碰的状态。再观察看看啊，所以我是不太想拿来打那种排气管加热啦。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建议应该是要2颗马达以上，1颗就是可能要很常替换。这种马达我是觉得很难找，因为这样高耐温又要深影级的是很少这种
这种马达，基本上都是比较工业级的。因为我主要是分享施工的过程啊，我也不是商家，我也没有卖这些材料。商品的名称呢，其实我都打得蛮详细的，大家自己上网搜寻，马上就能找得到。真的有需要呢，我会把材料链接放在我的会员专区，有需要就可以加入参考看看了。好了，那我们整个水箱跟淋浴系统的影片呢，大概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这部影片呢，真的制作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涉及的领域真的很多，制作起来真的是很复杂。虽然每一项都不难，但是真的要做起来，其实是有一定的挑战度的。希望大家麻烦帮我点个赞、按赞、订阅、分享，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我是杨小钱，我们就下次见吧，拜拜。